大家好，我是子丽。今天是7月2号。除了阳台盆栽，社区菜地是我种菜的主战场。在这里呢，我主要是种一些西红柿、瓜果类的蔬菜。因为社区菜园的光线比较好，而且我搭建了很多一劳永逸的爬藤架。最近几天天气热了，菜地有很大的进展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的菜地里边基本上没有杂草。因为在春天杂草旺盛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控制住了，经常在上面加 compost， 而且种了一些低矮的叶子菜。春天在这个地方是种的鱼甘蓝，俄国鱼甘蓝，拔了以后我直播了空心菜。在上期视频里边，这些菜还比较小，现在这2天天气热呢，长得很快。空心菜要多少密度呢？其实它一株就可以长出来很多，你还可以间苗插到别的地方去。这是一种宽叶的空心菜，这个呢是白杆柳叶，一种细叶的。当时春天的时候呢，我早早的移栽了一些，但是不抗冻，只存活下来这一颗。后来我又补种了，用空心菜的种子直播了一些。那现在天气热，很快就长起来了。你可以间苗带根移栽，或者呢第一批采收的时候就用来插枝，这样很快又有更多的空心菜可以跟上来了。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我这一块呢种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花和菜。这个是一种花，是菜地的花油。他每年在自己的菜地里种，春天的时候有很多自推苗在地上，就挖了一些给我。这些也是苋菜类的那种，或者像彩叶草一样的，挺漂亮的。Basil 花儿，Thai basil、sweet basil， 这个是彩色的 basil， 这是大叶的 basil， 各种各样的。Thai basil 呢也有大叶的 Thai basil， 小叶的 Thai basil， 这味道很香啊。九层塔味道非常的香，你不断的摘，它就长了一大丛，长得很漂亮。当时我种下去的时候很弱，现在这个植株就很强。大家看到我的植株长得很好，很多原因是因为我底肥下的很好。我每次种植的时候挖一个坑，里边抓一把533的通用肥，再加一个 Bioton 的 Start， 所以它都会长得很好。那你看到后面这个 CD 架上的2颗黄瓜开始结了很多。这个品种呢，它非常能结黄瓜，它主要是主蔓结瓜的，修枝很容易。几周前我就看到黄瓜虫已经盯上了，盯上的叶片都枯萎了，我也没有把它剪掉。我想看看这个品种的抗病性。那没有盯上的叶子都很好。这个品种呢，种子很贵，我觉得它可能有它的优势。为什么种子这么贵？看看它裸奔的情况下，最后可以 last 多少时间。我在后排呢种了一些长江豆，前面呢是种了 basil， 在左边呢我种了一些西葫芦。这个品种的西葫芦是黄的。黄的西葫芦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很容易看到它有西葫芦在那儿，你就不会 miss 掉采瓜。这里呢原来是一颗德国芥蓝，最后的一颗德国芥蓝，我拔了以后呢，几天前撒了绿苋菜的种子，你看密密麻麻的都出来了。喜热的蔬菜就是喜欢温度高啊，包括那个长江豆，我后来种的这些叶子都很健康。之前早抢跑下地的这个叶子就有什么真菌啊，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所以喜热的蔬菜还是等到它天气热的时候再下。这里种的是山药，用雨槽种的山药。原来计划是在它的边上种红薯，让它爬过去。那现在呢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我觉得呢，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多的堆肥桶的上半部分，我就直接用这个堆肥桶压在这个山药的上面，然后填土，再在上面种那个紫薯。紫薯的根下去跟山药抢营养之前，山药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。那今年尝试这样种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我觉得空间利用率非常的好。
这里呢，我收了一些撇兰，把4套种的那个生菜也收了。那剩下的呢是西兰苔和少量的撇兰。西兰苔现在还在不断的接。那西兰苔现在呢有菜青虫了，我前一段时间没有喷药。菜青虫我现在就不想用手抹了，到时候戴了手套把它抹掉。后面各种虫都来了，也有蚜虫，我准备喷一下鼻涕和尼莫交替的喷。这个西兰苔还可以再收一段时间。4套种的这些菜呢，受的光线多一点，长得比较好。这个撇兰也是长得稍微大一点，所以如果是套种的话，你尽量把距离拉开一点，不要像我这样都挤在一起，尽量让每一排的植物都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受到阳光，就像我这里一样。我在这里呢，辣椒、西红柿空荡的地方都种了生菜，生菜和茄科植物都长得不错。这个辣椒是比较晚种的，移栽的时候有点晚了。这个是什么品种？看看，这个是湖北辣椒哦，看起来味道很好吃啊。哪一个不怕辣的动物已经给我偷吃了？你看，猜一下是什么东西给我吃的？菜地里边我都拦起来的，希望长了高一点就没有问题。你看后面的西红柿已经红了。这里呢种了一排，种了3种的红枫林。这个是红枫林，是春上园艺，也不错。这个是幸福种叶的哦，幸福种叶的这个好像表现不错啊，它这个一节里边是出来好几串。这个是王老师刘种的那个红枫林，可能是在这个角落里边种的不太好吧，一个节点里边主要是出来一串。那这个看起来更加高产一点，那上面都是这样的。我觉得幸福园艺的这个红枫林啊，产量高一点。我修枝的时候都采用了双杆，然后往上爬。到时候品尝一下味道吧，因为对我来说口味是最重要的。这里的几棵呢是我喜欢的 Atomic 的对照组。这个就是我去年种的 Atomic， 这个果实非常的大，几乎有点像中型的了。它这个变掉了，这个我是用它的原装种子的，产量是非常的高，味道呢也是不错的，但是比较那个我最先尝到的 Atomic 味道差很多。这个好像形状还比较正宗的，先是有点紫色的，然后再带金属色。这3种好像还可以，这3种还可以。我最早种的是这种，今年好像也很大，这么大，一串一串的。我是采用双杆整枝的，这个是一个主干上的一串一串一串，再往上走。所以西红柿修枝啊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。这个好像也比较正宗的，看上去。这个是童谣的那个品种，这个是早上的太阳给我寄过来的种子，都是原装种子。看 Atomic 这一串多好啊！红枫林，你看已经看红了。它这个幸福园艺的这个一串一串啊，就是一串比较多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年种的一个非常 crazy 的高产的西红柿，这个叫 Crazy Berry。 你看看它一串里边结多少，这个是底下第一串。那修枝的方法我还是这样，就是在第一串果实的左右，它会自然的分叉。这2个呢就是我准备的双杆整枝的主干，然后边上有侧枝都把它抹掉，再上去这种侧枝3个都把它抹掉，吸枝。能量守恒定理哦，你要是不修枝的话，长得很旺盛，结果不一定多。我现在修枝以后，你看整体上虽然叶子不多，果实不少，
留的枝少一点，它的能量都集中在结果上，这个果实的品质就会好一点，每一串也多一点，大一点，口味也好一点。这里我种的都是小西红柿，种2排，右边是红枫林和 Atomic， 左边是各种各样的中小型的西红柿。我们从头开始来看一下。这一棵呢，我以为长得比较矮，就种在这里了。这是一棵，我看看标记，种菜一定要有标记，没有标记你不知道好坏。这个叫 Sweetheart， 说是 patio 的西红柿，我就种在这个边上，上面也没有爬藤架。你看长成什么样子啊？这个是 patio， 我所以也没怎么修枝，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枝，我要绑一下，看看好吃不好吃，不好吃我就少留一点枝。左面是一些大蒜，什么时候收大蒜呢？一般呢我会在收蒜苔之后的1个月左右，看这个叶子，假如叶子已经基本上黄了就可以收了。而且收蒜的时间最好是在后面几天是晴天，我一般是在7月4号的长周末，试探性的先收一批。这一排过来，我们看到右边的都是一些今年尝试的，或者是以前试过比较好的品种，再用来做比较的。这是一颗梦想清甜的网红西红柿，说是非常好吃，但是产量低。我看看产量还不错，一穗果的上去好像还不错。前2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，我在修枝的时候插了一些，蔫不拉搭的，就像前2天我插的那些枝一样的，很黏黏的，你也不知道哪棵成功了。哪一天你忽然发现原来黏黏的那些枝一下子挺起来了，那就成功了。这里我可以看到1、2、3，至少有3颗是活下来了，我当时可能插了4、5颗吧。这一颗是 Too Tasty， 去年在阳光比较好的那一侧种的，效果非常好。今年呢，这个地方阳光稍微差一点，那阳光要好的话呢，就会那个颜色会很漂亮。这个是一颗转基因的西红柿，因为左边右边都有其他西红柿，我没有留的枝很多，应该是很 productive 的。看看它的口味怎么样吧。这个是 Sakura， 是农场种的一个品种，农场喜欢的一个品种，它 behave 比较干净，就是一串一串一串就往上走，接的很漂亮。我用黄的标记做的是农场的另外一个 Citron， 他们是用来代替3 Gold， 因为觉得3 Gold 比较容易开裂，他们找了一个不容易开裂的品种。那我们今年种一下，看看它的口味怎么样。这里我还种了2颗，一个是Sun Sugar， 一个是Sun Peach。今年再比较一下这2个 Crazy Berry。这一颗是芒果蜜，听起来味道很不错哦。在这个角落里呢，还可以有空间爬，如果好吃的话，我就让它多留一些枝。这个角落里边，这个就比较矮的，这个倒是有点像 patio 的那个。这个是 raindrop。raindrop 就是说它这个种子啊，你可以直播的，不需要育苗的。这个芹菜和生菜的组合长得不错，上面的叶子完全有光合作用，下面的生菜也没有因为前面几天的100度的高温而有 burn， 没有，长得很好，这个组合还是不错。那右边呢，我种了一颗南瓜，韩国爬藤的南瓜，有点像贝贝南瓜，已经结小瓜仔了，还是一节一瓜。然后这个侧枝吧，小的侧枝我都准备打掉，因为只想单干整枝。右边我种的是长江豆，当时呢就在两边种了2排苋菜，都已经满了，我现在需要借苗了，可以借苗吃。现在这个时候很快啊，上次还很小呢，这次就这么大了，10天的时间就从刚刚出来的苗长得那么大了。
这里的生菜组合也很好，这个品种叫 Cherokee， 是颜色比较深的。那颜色淡一点的呢叫 Magenta。 这两个品种很好，抗热抗抽苔，又好看又好吃，夏天也能种。你看这样的套种很好，那长江豆就往上爬。这个爬藤架也是我用的 tomato cage， 看到没有？把它拆开来，从上面挂下来，挂到这儿。这个高度正好是它需要爬藤支撑的时候往上爬。那我的计划就是一个杆子下面种一棵，那么上来以后逆时针的往上爬。如果有侧枝，我也让它在这个杆上爬。这个豆角类的、黄瓜类的都是一个杆子上往上爬比较好，而不是纵横交错的那个爬。这个西兰苔还在不断的结，不断的收，还不错，这个味道还不错。7月份你可能种一些喜热的蔬菜，比如苋菜、空心菜、薯叶，还有木耳菜。木耳菜也是很慢的，只有夏天很热的天气才有。苦瓜也是。之前这里呢是种的韩国生菜，上周拔了以后，我又移栽了一些生菜。不同的生菜在有一点阴的地方种就特别好，可以把土地更好的利用起来。这里呢是2颗 cabbage 皱皱的那种品种，很快可以收了。我觉得菜青虫也出来，它可能不喜欢这种皱皱的，我倒没看到。这里还种了一颗南瓜，这个是 sweet dumpling， 这个瓜挺好看的，小小的。试试看今年种的新的品种。那左边是 sweet chard， 就种了2颗，这颗是 pink 的，那边是一颗黄的。黄的呢光线差一点，所以长得弱一点。在左边呢种了旱金莲。你看旱金莲这地方有这个画地图的，这个也应该是 leaf miner。 旱金莲作为同伴种植，我的理解是主要作为 trap， 它也招虫，牺牲自己来保全你的植物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那个旱金莲的背面有很多蚜虫，那它吸引蚜虫就保护你的西红柿不会有蚜虫，它招那个前叶虫，它就保护你的那个 sweet chard 你还是要经常翻一下后面。你看这个就是有虫进去了，它已经进去了，你就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扔了。它还没进去，你就再检查一下背面，比如说这个地方，每次试品的时候都提醒大家翻一下。如果你发现已经抹不掉了，你就把这个抠掉。它抠掉了以后没有影响，这个叶子还能吃。那我种在这儿呢，是因为觉得漂亮。实在没有菜吃的时候，我就收一点叶子来吃。前2天种在西红柿后面的蚕豆也收了，是把它剪掉的，根还在地里边继续帮我固氮，一点不影响西红柿的生长。现在西红柿可以用这个爬藤架来往上爬了。今年的丝瓜很惨，前面一段时间很冷，长得慢，叶子也被虫咬。那现在呢，我的甜豆已经拉秧了，空出来空间，你就发现，丝瓜也爬到顶了。今年的计划还是留主蔓，让丝瓜在这儿爬，在平顶架上爬。这是一颗有棱丝瓜，我在那边也种了一颗，在这边也种了一颗有棱丝瓜，也已经爬到顶上了。之前呢，这里都种了一些雪豆和甜豆，前2天都把它拉掉了，这里的光线就更加好了。从这儿看进去，长满了蔬菜，没有空地。我这个菜地1年4季基本上都是满的，没有休息的时候。